今天这节课的话，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色彩的纯度与色彩的明度。好，什么是色彩的纯度？什么是色彩的明度呢？接下来我会为大家演示。首先，我们先要知道色彩的纯度与明度与哪两个颜色有关系。现在的话，我们在上面，我们在这个位置先去画一条线出来，然后以一个颜色来举例。这个颜色呢，我们会选用一个红颜色吧。好，我们以一个颜色为例，我把它放到正中间，调色盘上面也取上颜色。在这里我就要提到我们的纯度与明度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颜色，黑白两色，黑和白这两个无彩色，无色系颜色。而中间这个红色，我们先要了解一下，这就是原本色彩的一个色相啊。红色，这是我们眼中看到的这个颜色，它的一个状态，颜色的样子，就是这个颜色，这个红色，它的这个色相，也就是它的名称，它是个红色的，不是黄色的，也不是绿色的，它是红色的。这个我们称之为这个颜色它原本所有的色相。而颜色的色相会根据我们的其他颜色加入进去之后，它的色相会发生改变啊。比如说这里呢，我们就用到了黑白两个颜色去找到这个红色的纯度和明度。好，我们来逐一的去加。我们先加一点点黑色啊，先加一点点黑色过去，调出来的颜色。好，将它放到调色盘上面，调成一个牛奶浓度，将它放到调色盘上面，调好了涂上来。好，看一下颜色是不是发生有一点点暗了。我们再来一点点笔尖再取一点点黑色，好，再放进去做一个加深。OK， 再来笔尖再加一丢丢红一丢丢黑进去，将颜色加深。接着再加一丢丢黑进去，再将颜色调一下。这边颜色已经非常的深了。好，试一下笔放到一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颜色的一个变化啊。它从最开始的一个什么颜色呢？一个正红色啊，从最开始的一个正红色，很正的一个红色，慢慢的颜色越来越暗啊，颜色越来越暗，慢慢的变成了什么复古红啊，或者是一个红棕色呀、酒红色呀、姨妈色呀、暗红色，这种就是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暗了。黑色加的越多，黑色加的越多，我们颜色越暗，本身的这个很鲜艳的一个红色慢慢的变得非常的灰啊，非常的暗沉，那就说明它的红色，它的一个纯度越来越低，明度越来越暗。好，在一个颜色当中，黑色越多，颜色纯度越低，明度越暗，纯度越低，明度越暗慢慢的从一个正红色变到姨妈红，黑色慢慢的过渡过去。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颜色的纯度与明度与黑色的一个关系啊。接下来再看一下颜色与白色的一个关系，再取一点点红色上来。像我们学会了调色的话，你色盘里面没有108个颜色，你也能调出108个颜色。你就算买10几个色，你也可以调出很多你想要的颜色。这就是调色的魅力，色彩的调色。所以说你的一个调色盘里面必须要有的基础色是一定要有的。好，在调色之前先把笔洗干净啊，控好水。好，加一点点白，先加一点点，笔尖去刮一点白色。好，将颜色调一调，放到我们的纸上，看一下颜色的一个变化。再加一点白放进去，再看一下颜色的一个变化。有点干，加点水，再加一点白色进去。
再加一点白色。白色越多，红色越少，出来的颜色是不是就越浅？还可以再多取一点白，好，再取大量的白色进来，将这个颜色再次调浅一点，红色会越来越浅。那这里我们就看到，当白色越来越多，那我们颜色的明度越来越高，颜色越来越亮，颜色越来越亮。那这里有关纯度，那是不是白色越多纯度就越高呢？不是这样子的啊。颜色的纯度最正的时候，那就是这个三原色当中这个红色最正的时候的这个正红色啊，这就是它纯度最正的时候。不管是加黑色还是加白色，都是影响它这个颜色的一个纯度的啊。所以说，当我们的白色越多，颜色越亮；黑色越多，颜色越暗。那黑色越多的时候，颜色纯度就越低；那白色越多的时候，我们把一个颜色的明度就越高，也就是它越来越亮了，越来越晃眼睛了，越来越刺眼了，颜色看着越来越淡了，这个就是它的明度啊。但是结合上我们前面讲的水彩的基础课，我们加白色是不影响色彩的一个什么呢？是不影响色彩的饱和度的啊，饱和度是不受影响的。饱和度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颜色的遮盖力啊，饱和度不受影响，不受白色影响。就算你白色加的越多，颜色越浅，它的遮盖力都是一样的啊。不，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应该说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它的遮盖力，颜色的遮盖力是一样的，饱和度都很高，只是什么呢？一个颜色要浅一点亮一点，一个颜色要暗一点深一点，是这个意思啊。只有在我们控水去调节这个颜色的浓度的时候，水加的多一点，比如说红色，我多一点水少一点色粉，那将这个颜色调得非常的稀，它也可以做出这种粉色的效果。但是呢，它加了水调过的颜色是受什么呢？饱和度是受影响的啊，饱和度会越低，纯度也会越低，是这个意思。大家一定要分清楚饱和度和颜色的一个明度的关系啊。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色彩的纯度与明度。一个红色加黑白两个颜色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多的颜色。那么在了解到了这个明度与纯度之后，我们再来结合我们前面的内容。前面上一节课是不是没有给大家讲同类色系的一个色彩搭配呀？同类色系的一个色彩搭配，我这里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就比如说刚刚的那个红，对，刚刚的那个红，我加一个粉色，我用一个粉色，再来配一个红色，好，再来配一个红色。那我再在里面再加一个色彩元素，加一点黑色进去，我再加一个暗红色进去配。你说这个颜色它叫宁静色吗？它不叫宁静色啊，它这种叫做同类色色系，也就是由一个颜色的单色，它不同的明度不同的一个纯度，这一条色系关系啊，这一条色带里面，同一个颜色不同的纯度与明度，这一条色带里面去找到了3个位置的颜色，最浅的颜色，那最中间的一个颜色，最正的一个颜色和最暗的一个颜色，同一个颜色形成了不同的深浅对比。那这一个系列里面的颜色我们称之为同类色系，每一个单独的颜色都有刚刚那样子一条同类色系黄颜色、橘色、绿色、蓝色、紫色，只要往里面给它加黑白两个颜色，加黑色或者加白色，它就可以得到一条像刚刚那样子的一条同类色色系。而这条色系里面所找出来的颜色浓度不一样的颜色，我们去进行款式搭配的时候就叫做同类色系的色彩搭配。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红色的小兔子和这个紫色的小兔子，这个的底色我是用的一个粉色一个透粉底，对吧？一个透粉底。然后这个兔兔的这个颜色我是用的一个暗红色，对不对？蝴蝶结也是用的粉色，包括上面的这个这个珠光也是用的一个偏粉光的，那包括这颗饰品，那这个钻儿也是用的一个偏红光的，对吧？草莓也是一个暗红色的。那这种情况下，这一整套的饰品都是一个同类色系的一个色彩搭配，只是说什么呢？颜色深浅不一，从浅粉到粉色再到暗红色，这样子形成了一个深浅不一的色彩。而宁静色系是因为整个颜色它色系不同了，你看绿色和蓝色
绿色和蓝色，它两个完全是不同的色系了，那这种我们才称之为邻近色系。好了，希望大家能够搞清楚这个颜色与颜色之间的关系。那同类色系在我们的搭配当中比什么呢？比邻近色系还要安全邻近色系和同类色系是最安全的两种色彩搭配。你在做款式颜色搭配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红去找一个最暗的，然后再去找一个最浅的，或者是找一个最深最正的总之有深浅浓度的一个对比，它出来之后效果一定是非常的什么呢？一定是非常的正的绝对不会容易出错的。邻近色系是因为色系之间挨得近，它里面呢一定会有一个共同的原色，所以说它也不容易出错，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和谐。那最不和谐的可能就是互补色了，因为颜色挨得远，那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个冷暖色调。这种情况的话是根据我们款式的不同风格去做定义的我们了解了色彩的纯度与明度之后，我们来说一下百搭的色系有哪些。因为你会发现款式当中肯定不只是单纯的色系之间的搭配，它肯定还会涉及到一些其他的颜色元素进去。所以说这里呢，我们又要说一个百搭色系。百搭色里面哪一些颜色是属于百搭的？那首先白色系不单单只是指白色它是一个色系，不单只是指白色，白色、乳白色、透白色、裸白或者是焦糖白、象牙白、珍珠白，那或者是贝壳白、贝壳珠光白，那这些都是属于白色系好，还有黑色系、白色系、黑色系、裸色系，然后金属色系当中的银色、金色，还有一些古铜色、金属色什么的古铜色等玫红色那些也算你看这些色系就属于是百搭的，任何的一个款式里面都会出现这种颜色，你随便找一个款式都会有这种颜色出现的那我们看一下，比如说这些款式里面就会出现什么呢？白色有没有？你看它的打底有吧，珍珠有吧，白色，包括这里面勾的边线什么的，对吧？那包括这个，那你看还出现了银色，对不对？银色的勾的边，那你看这个金色描的这个符，除了金色、银色，还有什么呢？白色黑色算不算呢？也算呀，你看这里面也是有黑色的元素的，包括写的字儿，包括副甲搭配的这个暗红色，它也是颜色很深的，是不是？黑色也是有的。还有我们的一个裸色，那这个底色就是用的一个裸色呀，对吧？裸肤有点偏那种红调的半裸色系，你看这个的底色那就是一个裸肤色，对不对？那这种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你看这个款式里面底色用的是裸肤色，对不对？白色系、金色、银色、黑色的链条，那白色的银白，这个珠光白的一个烟雾，你看这些颜色都是一些百搭色，百搭色和百搭色它又可以这样合在一起去使用，也可以去分开使用合在一起使用，分开使用，百搭色和百搭色之间去进行搭配，或者是百搭色和任意颜色去进行搭配，都是 OK 的。